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天8月2号的上午11点钟，为大家送上的是第2场比赛，将是由麦寮高中对上内湖高中。两支队伍呢，在去年的上个学年的 HBL 表现的都非常精彩，尤其是麦寮高中的部分呢，在上个学年的 HBL 他们最终是获得队史新高的第3名。那本场比赛呢，持续由我李秉敬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陈一如来为您服务。一如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啊，两支队伍在去年的 HBL 表现都非常精彩，尤其是麦寮高中啊，去年一口气是杀进到了第3名，那创下队史的新高。那今年再来到登峰造极，去年其实他们在登峰造极就拿下第3名了，是就有相当好的表现。对，所以对照在新学年的 HBL， 他们也拿下第3名了。所以但是因为全队有非常多的这个主力核心的球员已经毕业了，所以看看啊新学年的磨合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当然，在今年的登峰造极，我们刚刚有提到，特别跟中华职棒合作，尤其是在乐天桃园部分，另外还有台钢啊，所以我想各个运动互相的结合也是未来我们登峰造极持续来跟这个其他的运动相关了来做配合。我们看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台钢雄鹰跟这个乐天桃园这一次都特别来登峰造极来做应援。好，那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画面上看到的是麦寮高中今天所排出来的所有的球员当然待会还会有先发球员的部分。那我们来看到麦寮高中，但范祖恩我们从第1年就看着祖恩了今年已经来到高3了，那还是担任球队的这个举球员。好，那接着看到的是内湖高中的部分内湖高中呢是由杨世正教练所领军。当然内湖高中有一位这个混血的球员11号的高伟杰待会看看他有没有机会上来表现。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第一裁判国际裁判曹玉先生，来自桃园市；第二裁判国家 A 级裁判陈景汉先生，来自桃园市。好，那这场内湖跟麦寮之战马上就要展开。麦寮是身穿蓝色球衣，那内湖呢是身穿黑绿色的球衣。那将是由内湖高中率先来发球。后面上看到的是内湖高中。这一颗有点幸运球在搭配上面呢，时间不是这么的刚好。麦寮拿下的第1分。哇，这次的进攻转成了直线哇，力道相当的强劲。好，来看一下18号郭成佑。
哇，拉高打点。好，再来看，自己接自己进攻。对。啊，可惜发球太长了。好，维杰。好，父亲是委内瑞拉籍，那母亲是台湾籍。好，开网。哎，可惜这一球没有垫回来。啊，由麦寮拿下了分数。这个球应该是 chance ball， 因为他其实攻击手只能选择处理球的方式。那主攻手在这个前排防守的专注度呢，可能在一开局的时候还在找这个节奏当中。啊，打得太长啊，甚至开网进攻了，最后是出了界外。目前4比2，由麦寮领先。好，做快攻。好，在界内，哎，但是有触网。啊，这一次的发球，麦寮没有处理好。这两波麦寮的接发权是比较着急了一些。好，只能从后排快攻守住。好，自由救起来。好，第一波再来。啊，手腕做运用。哇，两边你来我往，垫高，没机会。内中的chance ball，还有。再打，结果被麦寮给拦下来了。哇，5比5啊，场边。然后麦寮的这个教练团，然后老师都来了。哇，躲过2名拦网手。好，主恩啊，要做快攻，但是跟队友的默契又没有连上线。对，主恩这颗球呢，给快攻的速度稍微再慢了一点可以在下一颗在搭配的时候，可以再大胆的多送一点速度。那现在由内湖领先7比5。后排来一个，好，内中没机会，麦寮chance ball，哇，这次突破做偷袭，后排救起，同样也是后排，哇，两边的防守都给压力，但是这球角度要打小脚出界了。
检查，被内中啊完全拦死。哇，内中啊现在打出一波攻势，9-5，也逼得麦寮啊率先喊出了暂停。哇，虽然已经先做掩护啊，不过两名的拦网手啊并没有被骗起来。麦寮这边呢，前排目前只有2支攻击手，那就是看主恩这边呢，他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搭配。如果说球到位的话，或许可以先选择快攻来做一个掩护。哦，越网。那我觉得这颗球其实主恩在举这个后排还是相当的大胆哦，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从我们的场边的4号位呢举了一个非常大的反逆向的球哦，所以其实这个对于对面的拦网来说会造成一个比较容易造成一个骗到的一个状况。好球！然后快攻的搭配的非常好，不过可惜是出界。那内中啊，持续把分数扩大11-5。不过我觉得刚刚那个搭配的战术是可以再使用的哦。哇，今天的麦寮啊，有很大比例后排进攻哦。是。哇，打他球！好，变高。内中 chance ball， 防守好球，再做，有吗？没办法，救不回来。目前比分12-6，由内湖高中领先。时间差，哇，这一个斜线。还是顺利的收到了分数。好，伟杰的快攻球，高伟杰。再看一下麦寮这一波的进攻，还是受到内湖高中的拦阻。哦，用掉的。稍微改变一下进攻的这个位置哈，因为前几波麦寮这边主恩这边选择的都是从4号位置来做进攻，但是这几波得分的效率并不好，马上做一个转换哦，转移到2号位置，就有了一支拦网的空档。麦寮 ，chance ball。1号许玉祥
玉祥现在是2年级啊，身高有186公分呢，弹跳能力也很好。可惜这个发球过长。好，分数还是由麦寮拿下。现在形成10比15。麦寮这边要把握发球啊，在追分的时候呢，发球我们不要来做，不要失误。哇，自己接自己打，高伟杰。好，所以率先来到16分的是内湖高中啊，暂时6分领先的麦寮。好，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现场。那在今天的第2场比赛，内中跟麦寮来到第1局的中段，暂时由内中16比10领先。子伦，场边现在我们的控制台。看来是这个轮转的位置有问题，那2裁来帮忙做一个位置上的确认跟调整。好，所以由麦寮直接拿下分数，11比16。好，凯成发过来。开网的进攻，哇！好，麦寮这边又发生了犯规的状况。11比17。麦寮现在如果要追分的话呢，也还是很有机会的。那首先他们的发球呢，一定要先把握下来。玉祥在第1局是麦寮整个进攻的核心这个斜线打得相当的刁钻，也突破了2名拦网手那现在分数形成了12比18。双方5分差的比赛，过往击坠，背举后排，哇，完全没有压下去。
来聊这边的发球，看是不是一样在找这个中间手哦。刚刚的效果不错。子伦这次的扣杀让对手啊接喷了。哦，还有敢打，哇，好球！哇，这颗球麦寮的自由球员哦，温询是跑得太快了，想要来做一个帮忙的动作，但是跟后排中的选手没有做好一个沟通。那现在由洪明来发球，哇，洪明是高1啊，186公分，很好的身材啊，这次选择用吊球的方式拿下了分数啊，右中。没办法进攻啊！哇，这个快攻伟杰打得干净利落，弹跳力也是非常的优秀。好，修正攻，然后打他球。被拦下来，啊，这次的拦网啊，没有办法扛住啊内湖高中的进攻。这一颗球呢，麦寮高中的2名前排的拦网的组合哦，做的并不是很好。刚刚在起跳的时候看到中间2个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会造成攻击手他很好的出手，他有中洞可以打，也有直线，也有斜线。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是7分差的比赛，啊，场边喊出了暂停。好，暂停回来，来看这个发球，快攻守住。伟杰这一次的进攻啊，没有办法帮球队拿下分数。凯成这个球就有注意到了，那这个就是身为中间手呢，他的一个责任所在哦。往上的球呢，千万不能随意的放掉。好，守住，再一次，啊，修正一下有了。可惜哦，麦寮这边针对这个后排进攻呢，其实可以看到，俊凯跟这个中间的他们2个的防守组合都已经有转面向，然后2个人也都看到球了，但是因为球就落在2个人的中间哦，所以也没有去做一个出手。子伦罚球过长出界，17比23。这一球掉得相当的巧妙啊！但因为内湖高中的接发球不到位，被麦寮掌握住了。
麦寮 chance ball。哇，这个球怎么没有人来做 cover 呢？大家有点看球落地了。要不然这颗球，如果大家的专注力有注意到的话，其实这个球接下来还能够再做一波的攻击。那现在内中来到了局点，24比18。高伟杰的发球，还是预想。在第一局麦寮高中啊，进攻最出色的就是1号许玉祥。那过去1号是进宝啊，那进宝当然已经是毕业了。好，守住，再交给许玉祥。哇！结果我们看到内湖高中啊，这一分还是没有问题，顺利的收下25比19获胜，目前暂时1比0领先的麦寮。好，欢迎再来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现场。那在第一局呢，最终是由内湖高中顺利的收下。那现在来到了第2局，啊，第一局的比数呢25比19，麦寮高中将是由范曙恩先来发球。好，高伟杰的进攻，守住。麦寮的机会，接分。其实从第一局呢到现在的这个第2局的第1分，
麦寮跟内中两边，我觉得攻击的火力都是蛮不错的。但是第一局比较大的落差就是在于麦寮他们在拦防的系统上做的并不是这么明确哦。然后再来就是在防守的积极度，我觉得都可以再更提升。那如果说积极度提升上来，更主动的话，把那几颗防守的球捡起来的话，或许他们在这一局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2波的进攻的机会。这一球太贴网，没办法处理了。内中的一个发球，楚恩举快攻，搭配上还是有一些瑕疵很可惜，这一次的直线呢是没有拿到分数。不过，郭成佑有187公分的身高，那体型也相当的壮硕，但是这一球转直线差了一些。好球，再打，好，温煦接起来，这没办法，触到网子了。这几波可以看到麦寮在处理这种第2波的球都稍微急了一些，所以呢球都很容易冲到网子。那第二波的球或第2颗的球，我们通常都会提醒球员，我们要把球尽量的节奏带慢一点，然后球带高一点，才可以让第2个人或第3个人有足够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跟做选择。高伟杰的发球，目前2比2。这一次内湖高中就有盯住了徐玉祥了。麦寮这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积极的来做 cover 的动作哦。高伟杰发球挂网，双方3比3。看到内中发生失误之后，4比3由麦寮领先。太低，可惜没有救起来。那其实这几波我们都可以看到，麦寮高中在防守端都是有机会可以碰到球的，但是他碰到球之后呢，他起球的高度应该要想办法让球能够接高，而不是直接冲到网子。陈佑还有机会救回来，麦寮 chance ball， 时间差，好，凯成的发球，目前5比4。敢打，还有可惜没有配合好。玉祥，球举得太开网，对，把凯俊给换上来，主恩下来休息。
惜发生犯规，刚刚举球员直接进攻，但是触网。可以看到，其实麦寮这边呢，他们的进攻很明显是打一个平快球，那他们连修正球呢都是举比较快的球，但是他们在举这个平快球的这种系统下，如果球呢在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接不够稳的时候，又想要举快球，那就很容易会形成一些触网啊，或者是处理球上面的失误。所以我会建议，如果说在接发球的状况比较不稳定的当下，那可能我们试着先把球带高，那控制球的速度我们就交给举球员，那让他有更充足的时间，可以很能够到位，然后去把整个动作做好。志凯这一次的发球发生了挂网失误，6比7。玉祥打球胜，后排来一个球。再看一下，玉祥在后排进攻，其实一直都是麦寮高中哦，他们主打的一个招牌啊。对。哦，还有哦。这一球，修正攻啊，打得非常好。这一波可以看到麦寮这边的拦网系统啊，其实是有点乱掉了。哦，救起来，后排来一个。好，这是内湖的机会，伟杰的快攻被守住，双人拦网被突破了。燕回发过来，没接好。那现在麦寮反而1分领先。许燕辉长了，可惜调整的太多了。球这次的快攻打得非常的明确。时间差，拨一个。郭成佑拿下的分数11比10，领先的还是内中。平快球最好的出手就是这一种快速度哦，利用拦网者的手那种 touch out 的球。
在拦网还来不及把动作做完整的时候呢，就快速的出手。麦寮，哇！可惜快攻没有上去拦网。哇，直接下压拿下了分数。那现在麦寮反倒是1分超前。第一波被拦住。 要做给玉祥，还是发生了失误。哦，这个发球破坏力，哇，可惜这个机会球反而没把握。两边的选手都很急哦。 哇，躲掉，这一球落在界外。伟杰的发球13比12。 哇，漂亮的鱼要救球！哇，伟杰队友没有来做 cover， 13比13。好，玉祥的斜线进攻啊，虽然伟杰啊，直接飞扑哦，但是这一球啊，后面没有队友的接应。好，第二时间的起跳，背手起。 球开网快攻，陈佑的发球14比13。哇，过网击坠。 其实可以看到麦寮高中，如果在第一波他们的接发球上面不一定要到位，但是球接的高度是够高的状况之下，他们整个在战术上面的整个启动就很有威胁性。但是如果说球是接到位，但球非常的平快的时候，那对于他们的举球员来讲，在这么快的时间内要去做出手跟选择，就会变得很急躁。 哇，同样也是用时间差还以颜色哦，所以在第2局率先来到16分的是内湖高中啊，目前暂时2分领先麦寮。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总想借力不攻自破，要解放自我。好，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现场。那在第2局，麦寮跟内中网
分差是相当接近。目前暂时由内中16比14，2分领先。我觉得现在双方呢，麦寮跟内中他们两队在第一波接发球有到位的状况之下，他们可以直接得分的效率都是很高的。那现在就是在看两队如果在接发球不到位的状况之下，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去处理球，跟不要造成自己的失误。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两队都必须要去注意的。哦，所以内湖还是打了 touch out。哦，子伦，我们再看一次。虽然刚刚才技术暂停回来，但是一开始麦寮在丢分的时候啊，我想教练可能有特别想要再交代的部分啊，是不是一回来没有按照教练所执行的方式在做，所以马上再喊一个暂停。那尤其是我们在排球比赛呢，我们通常都会以3分为一个单位，就是通常我们在追分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次我们就是以追3分为目标。那所以相对的，如果在比分上面被拉开3分，甚至拉开2分，要到第3分的时候，这个时候教练会喊暂停，及时的去做一个止血。哇，连续2波，我们看到内湖高中啊，都是交给黄子伦，而且打同样的方式 touch out。而且现在内中这2波他们都是防守反攻啊得分的，那代表说他们在防守的位置的判断上面是正确的，再来就是他们防守起球的品质是好的，所以才有办法让举球员在第2波转换的时候能够很有效的来做一个举球分配。第2时间哦，结果让内中啊打了快攻。这3波都是防守反攻哦得分的，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在第2波防守起来的球质是非常好的。哇，明宏拿下分数，那现在反而拉开5分差了。啊，球这边又是接得太平了哈，让举球员没有办法去做处理。想要接到位，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是球带得太平太快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球接的弧度是整个冲网子的，那冲网子的话，举球员他就会很难去做处理。内中拦下第1颗啊，第2颗打在网带上，出了界外哦，所以玉祥这2波的进攻都没有办法帮助球队拿下分数。是麦寮这边接发球的，赶快再调整哦，看能不能把接球的整个速度啊、高度都再带慢一些。再把祖恩给换上来。志凯的发球，内中再交给子伦，又是打 touch out。哇，所以子伦啊，在这一波内湖高中啊，不断拉开分数啊，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在整个修正攻击的出手上面啊，目标非常的明确，而且对于球的整个掌握度呢也都很好。好，来看看麦寮在喊暂停的情况之下，能不能逆转颓势？目前是4比22，8分落后。
内中这边做人员的调整。那现在把1号的林冠奇给换上来。啊，这个判断相当精准。是，而且这个出界也是差的蛮多的吼。双方来到本场最大分差的9分了。发球出界，就是打到了球的屁股哦，击球点啊没有打到正确的位置上面。哇，子文真的在这几波的进攻怎么打怎么有哦。黄子伦其实身高没有特别的高啊，176公分，今年也是3年级的学长。好，来看到哇，局点的发球失误。看是没有打到手，他自己下场了之后，下来了之后自己也是在看自己的手上。都是你害的。哇，真的，即使是打修正，还是有办法拿下分数。在第2局后半段呢，看着内湖高中的6号黄子伦精彩的演出啊，带领球队再度以25-16拿下第2局，目前已经是2比0绝对领先。总想借力不攻自破，要解放自我，这是我的传说，感觉不是杀人。
好，会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那我们看到麦寮在第2局还是没有办法突破内湖高中的防线而且分差是比较大。那内湖高中已经在局数上2-0绝对领先。麦寮这边呢，要赶快去修正他们在第2局一直出现在接发球上面的问题。那再来就是他们在接发球状况不好的时候，那主攻手必须要能够适时的跳出来来化解。好，在第3局麦寮拿了第1分。跑起来，声音喊出来。好，这球还有。好，可惜出界了。哇，在上一局怎么打怎么有的子文，哇，这一球出界，那麦寮2-0。麦寮这边开局的气势相当不错哦。对，雨欣持续来发球。哇，这个防守又有。好，那麦寮过去的球队的风格常常会人来疯。那这个团队呢很热闹那不管是在这个高中排球联赛，或者是过去2年我们看登峰造极他们都是场边很欢乐的一群。有他们比赛的场次呢，整个场内就是非常热闹，闹哄哄的。那这个在旁边加油的这些队友们，停不下来。现在已经来到了4-0了。还有麦寮的强势波，连拿5分，现在还跑到场边跟这个板凳席的队友庆祝了。通常我教练说，打球呢是场内的球员在打，跟还有我们场外12名球员、14名球员，所以打球的气氛是要球员们自己去营造的。是。那教练在旁边喊再多都没有用，教练可以下达战术，可以提醒，但是气氛这个东西就是球员自己要去创造出来。哇，现在麦寮打得非常的嗨啊，连拿了6分。在第3局这样的梦幻开局。麦寮还有机会，这边没有搭配上，变成内中打快攻出界，7-0了。哇！内湖高中的教练一定觉得，怎么前2局跟第3局好像2支球队一样，截然不同的一个气氛。现在麦寮的气势来到顶点了，连拿7分的开局，虽然他们在局数上是0-2了，所有的球员脸上都挂着笑容。场上场下大家一心一起把这个球队的气氛给带起来。还是没有办法，有，哈哈哈哈。所以内湖高中拿下了第1分。又是一个触网的失误，
是麦寮这边的触网啊，攻击方的触网。啊，这个斜线打得太开，可惜啊，预想这2波进攻都没有办法帮助到球队。起跳的点是有点太跟球的距离有点太近，然后会导致他最后要挥臂的时候是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做球的加压的动作。快攻守住，麦寮再一波再交给预想，还是过不去。啊，有了。8比3。哇，这个脚差了一点点，差点来个倒挂金钩，连场边的教练都笑开怀。啊！伟杰，球吞下去啊！加快进攻的节奏。哇，接发球出现失误，子伦。哦，现在10比4。右中啊，这个发球没过。郭承佑的发球，快攻守住，哇，自由救的精彩啊！哎，龙印，现在真的是哦，开局之后到现在，内中自己自身的一个非受迫线的失误啊，是非常的高哦。刚刚其实自由明艳哦，是救得很漂亮。好，麦寮抢 ball， 快攻守住，垫高后排，来一个啊，太长，挤到了，起跳的位置哦，离球是太近了。文凯的发球，哎，这一球明显没有包住哦，喷掉。这颗球呢是有点举得太开了，也太低。雨欣如果在处理这种比较开网又比较低的球的话，就绝对不能说哦，我想要用力的打。那一定要，因为他已经看到这个拦网的手了。那如果最好的选择可以去运用这个拦网的手来做一个 touch out。内湖的机会有，交给子伦。现在子伦呢又回到他最擅长的4号位的进攻了。没错，哇，那从0比7的落后，现在追到8比11哦，剩下3分差。我想接下来的几波攻势，内中应该也会把重点放回到子伦身上了。后排救到了，麦寮，哦，touch out，
哇，这个前线还是过长，落在了界外。好，又来到5分差了。快攻先生。修正一下，吊球拦回来，靠网，太贴网了。我这边是麦寮的触网，对，可惜。哎，大包没有吃掉，再一个，啊，没办法，已经是连击了，那现在又回到3分的差距。哦，这个发球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点啊，落点。啊，洪明刚刚在发球啊，想要出其不意，但是可惜是都在界外。目前是4比10。好，时间差啊，伟杰做右了啊。哇，转成直线的进攻啊，还是相当的刚猛。15比11。雨欣，回攻，手起。还有麦寮枪 sport。快攻拨一个，垫高，敢打，没有包住，出了界外。所以在第3局的中段，目前暂时由人来疯的麦寮高中16比11，5分领先了内湖高中。总想借力不攻自破，要解放自我，这是我的传说，感觉不是傻人。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16比11，目前由麦寮啊暂时5分领先的内中。哦，还是长了一点啊，是很可惜，因为其实内中这一个不管是接球到位，还有整个战术都已经算是非常成功啊，成功吊起了，只有1支拦网。那这个就是主攻手他自己没有办法来把握这个得分球啊，这个球其实是一定要得分的。陈佑可惜了啊，这个接发球又失误掉。啊，自由明艳。不过其实这颗球感觉明艳是想要去帮这个主攻手来做一个接球，但是在这个比较大距离的移动当中呢，最后的重心没有踩稳。
麦寮又是利用成功的防守要到分数，哇！那现在19比11，反而形成8分的领先。那对于内中来讲比较可惜啊，追分一度剩下3分，那现在被拉开。内中里面自己的声音啊，也是要赶快带起来。哇，真的他丢替帮了。哇，这个篮网完全抠死的情况之下，20比11了。现在其实我们常常会说，打的就是一股气呀。有的时候呢，这种状况其实它已经不是战术或技术的问题，而是你自己这个心里面的一个心理素质啊。我们打的是一股气的时候，你自己要把自己的那一个，不管是战斗力啊，或者是那种拼搏的心态，要自己把它唤起。哇，有了，高伟杰，这时候会很需要场内有一个很吵的球员，真的要带动气氛。是，总是要有那一位 key man， 要有那个有那个火花去把大家燃起来。宇翔有摸到吗？有。所以这是 touch out， 徐玉翔。这一波的快攻守住。多次的来回波，最后被内湖高中把握住了。志凯，高伟杰的发球，过去了 ，Lucky Ball， 哇，这球完全没办法。14比21。想要吊球，但是直接被麦寮给拦了回来。球举得比较低，我是想要做一个处理球，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但是球拦回来之后，其实是球拦回来之后，其实第一个要他的队友要去帮他做一个接应哦，接应到底才有办法去帮他做这颗球的 cover。哇，喷掉 ，touch out。后排来一个，内中接住，吊球，志凯这一颗打得聪明，3支拦网，而且他是在要掉下来的最后一刻再做这个吊球的动作。哇！可惜了，这个往上的反应呢慢了一拍。哇！连击之后呢，23比16，哇！麦寮越来越接近第3局的胜利。结果是 out ball。好，那现在麦寮24比16，拥有8个局点。还有
再救起来，还不能庆祝，后排来一个内中，留在场上。志凯。 快攻，所以没有问题，还是利用快攻拿下了分数。在第3局，由麦寮高中扳回1城，比数是25比17。不过总局数还是内湖2比1领先。总想借力不攻自破，要解放日落，这是我的。 在第3局，原本落后的麦寮啊，一开赛啊就奠定了7比0的攻势。那当然了，最终啊是以25比17收下。不过麦寮最后1局啊，也仅完成了1/3哦。那现在是由内湖高中啊在局数上2比1领先。范祖恩的发球，一开赛。 在第4局，由高伟杰的快攻率先拿下1分。其实伟杰的快攻在第1局的时候成功的效率是非常好的。那看他能不能够在这一局继续的来使用他这个，当接发球到位的时候，他快攻的一个攻势来带动其他主攻手那边的掩护的作用。好，伟杰直接拨。 还有，最后选择交给恩凯。这个球下一颗可能要再修正一下，我觉得是太开网了。
啊，虽然有3位球员要拦网啊，不过还是被麦寮打了 touch out。哎，球对，有碰到。3比1，高伟杰太长啊，高伟杰的发球比较不稳定。哎，两边的发球都失误。现在来看这一颗发球，我们都说发球失误是会传染的，看这一颗能不能终止啊？太低。哇，这球还有吗？没办法了。华宁高中的自由啊，明艳。3比4，右中。哦，反而轻巧的吊球。内中这一波打的是稍微凌乱了一些哈，从第一拍接发球，接发球开始，然后一直到搭配整个过程呢，给球都不是很明确。刚刚祖恩直接突爆吊球，得分4比4。还有。双方的攻势都被拦下来，还有，再来看麦寮，还是交给玉祥。第3波，后排试一次，防守好球。哇，这一次的来回非常的激烈。我麦寮这边啊，连教练团都忍不住站起来拍手了。可惜这最后一波的后排进攻哦，内湖高中这边虽然是前排有2只拦网，不过拦网的时间是有点过早了，所以等于是太早跳之后，他是在下降的时候才去碰到这颗球，那这个球就会弹得比较远一点，比较不好防守。啊！这一球完全没有包住，那喷掉之后5比5。詹志凯，哇！利用时间差。球真的给的非常的快哦。玉祥，哦，发球破坏，而且直接得分。目标呢是找向他们内中的主力的攻击手啊。内中这边要想办法赶快止血，不然再1分的话就是一个3分差了。
麦寮强 sport， 同样也是先做掩护啊。哇，麦寮真的打得很嗨啊！是。声音都没有停过，没有间断过。再度出了界外，裁判的手势很明确。现在麦寮在这一轮呢已经卡了3分了哈，那又加上他们前排呢只有2支攻击手，在接发不到位的状况之下呢，这个主攻手还要能够掌握度就更重要了。啊！结果内湖高中啊这一波的防守啊，运气也不太好。是里面内湖内中这边里面要赶快做沟通哦。好，那在第4局10比5领先的是麦寮，场边喊出暂停。内湖啊，虽然在局数上是2比1领先，但是上一局丢掉，这一局又是5分落后，全队是有一种低气压的感觉。是，那我想当然，身为教练的话，不管这一局会输或赢，或是上一局的结果怎么样，我想身为教练一定是更在乎这整个局间的过程，那球员们的态度，还有没有做到教练所下达的战术跟技术，这个才是教练最重视的。好，暂停回来发球，发生失误。啊，玉祥很有自信。哇，利用队友的掩护做时间差的进攻。是，前排的拦网啊，也是完全没有去注意到会有后排攻击。哇，那对于麦寮来讲，现在很有机会将战局延长，12比6。好，那我们看到已经有先触网的状况了。好，背局走直线。麦寮强势破。啊！可惜没有包到球。主恩很擅长举这一种对反向的球。好，子伦这个跳发接得不错，哎，但是突然。他准备起跳慢下来了，是因为麦寮这边他们除了前排的攻击之外，他们还有搭配上后排，那所以有时候在同时他们可能会有3到4支攻击手要同时做进攻，那球又比较平快的状况之下，那要去做好当下的确认哦，有时候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去发生。
好，那我们看到内湖慢慢追上来了，9比13，所以场边喊出了暂停。内中这边呢，我觉得他们一定要去注意到麦寮他们很擅长的后排攻击，因为刚刚这几波看下来，内中在对于他们后排攻击的这个拦网的一个确实性啊，并没有做得这么足够，所以他们可能在除了严加看管前排之外，那后排他们也要去注意到，后排也是他们主要攻击的一个策略之一。好，暂停回来，继续来发球，再给压力。好，同样利用时间差的掩护，内中守住之后，来看这一波，哇！哇，打的非常的果断。是，而且是这一局开赛到现在，感觉用这一颗球了来一吐刚刚前面的低气压的感觉。真的，剩下3分差了。啊！子文的发球，雨欣守住，一样后排。哦 ，out ball。虽然这一颗球呢，麦寮这边出手啊是out ball，但其实落差并不大哦，所以内湖高中这边的前排的防守球员一定要特别注意小脚的位置，不要跑掉了。快攻守住。啊！这一次，志凯没有办法突破双人拦网。球也是做的比较短哈，但是主攻手在最后并没有去做一个出手的改变。好，喷掉。哇，3分的差距。没有办法追得更近，就看看接下来的发球。好，一才这边判的是过网击球。哦，也就是说，在举球员还没有举到球的时候，内中这边的中间手就已经有侵略过去要碰球的状况。是，好，所以由麦寮率先拿到了第16分，目前暂时4分领先内湖高中。好，欢迎回来。4分差的比赛，在第4局的后段。内中这边如果想要把比分追进的话，首先一定是接发球后要想办法，不一定要到位，但球要带高，那至少可以好好来做修正。好，来看修正。哦，突破，还有
燕，哇，敢打，但是 no in。这几波下来，其实内中这边的修正球都是有点太开网哦。那太开网的话，其实当然第一个还是主攻手他本来就是要有能力去处理各种不同的球路，但是以男生来讲，弹跳力男生有比较好的弹跳力，其实是可以大胆一点，修正球就是往网子里面去送。哦。张志凯的发球13比17。又是有好的接发球，才有好的进攻。可是来到这一轮哦，也是在上个轮转的时候卡轮最多的。好球，这一次就把他轮过了。对。哇，这轮也一阵子没得分了，沉寂了一阵子。对，这一分拿下来之后，再一个发球的破坏吗？好，内中抢 ball 还是交给子伦，哇，这个交叉的掩护。哇，那现在剩下3分了。而且主人现在在前排还是第2个位置而已哦，所以他还会有一段时间会留在前排。那看这段时间，内中这边的球员能不能够好好的运用子伦以及他们这个伟杰也是很出色的一个快攻手。哇，又是一波机会了。内中抢 ball， 子伦来了 ，touch out。因为现在内中前排的，虽然现在内中只有2支攻击手，但是2个攻击手子伦跟快攻手伟杰都是有相当好的得分效率。那再搭配现在的发球，如果能够有效破坏的话，其实他们在这一轮是能够再多拿下几分的。哇，后面没有看吧，所以由麦寮拿下了分数，19比16。可惜大家这一波的防守都退得比较深远呐。好，快攻伟杰。内湖高中发过来，接得不错，还有垫高，后排来一个，这是玉祥在后排，是有注意到了啦。不过上去的手型呢，我是觉得手型能够再多用力一下，或者是再往前方再往前面去延伸做多一点点。哇，过网击坠，还有，啊，这球太贴网了。子伦发球18比20。这一球被麦寮给拦住。陈佑上来，恩凯下去休息。
雨欣，接发球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这2分都是由玉祥拿下。内中再垫高，还是志开网凯，哦，这球，哇，居然没有刚好落在接到2个人中间。那球不是特别强，但是你看我，我看你就漏掉了。这个球自由球员应该要抢接。哦，直接拔。有破坏，拦网，还是麦寮的球，但是出界了，剩下1分差。哇！哦，还暂停了。内湖高中在第4局的后半段空户追赶，那现在剩下1分的差距。伟杰的发球在前面3局有一些起伏，那这时候很需要他很稳定的发过去，有。再救，好球，好球过去了，还有，哇，这个是士气球的差距啊！哇，刚刚内湖高中，你看场边的观众看得多过瘾！哇，这球救得太精彩了，伟杰，充分展现了永不放弃的精神。对，哇，你看他勾回去，哇，这球来不及，可惜了，这个子伦跟伟杰之间的默契呀、因为伟杰已经往前了哦，后面就有一个人留在后面帮忙守这种长的深远球。好，麦寮再要回领先。好，整理一下场地。再拨一个，哇！落地得分了，23-23。哇！接下来就看是局点还是赛末点了。是。想麦寮这边的举球应该还是会选择他们最擅长的这个平快球哦。哇！这一球发球出界，哇！把局点送给了麦寮。啊，这边内中喊暂停。
好，暂停回来。麦寮的局点，哇，两边都突贼，教练得分，真的又是教练得分，教练的战术。杨教练，这个经验太好了。快攻！麦寮再逼出局点。玉祥的发球，25-24。时间差，接喷。哇，两边杀的难分难解。哇，这一球打得非常的暴力啊！哇，在这个板凳区，直线的空间是留的蛮大的。哇，这边又来还以颜色。对，也是一样，定3米啊！你打我队友，我就打给你守不到。真的是定3米。子伦啊，在这时候跳了出来，后排长了，哇！那现在变成内湖高中的赛末点。是。哦，麦寮2个局点没拿下，那现在要面临对手的赛末点了。而且现在还是只有2只攻击手在前面哦，还是要注意。宝宝，哇，包球吃掉，再见扣杀！哇，这场比赛大家看得非常的过瘾，尤其是高伟杰在第4局还是表现得非常精彩。那最终是由内湖高中以28-26。哇，非常些微的差距啊，拿下第4局，同时是以3-1击败了强敌麦寮高中啊！哇，但整场比赛真的看得非常过瘾，尤其是第4局双方你来我往，包括在这个原本大幅度落后的情况之下，但是内湖高中一分一分的追啊，看到啊，伟杰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救球，那个士气球也让这个内湖高中啊，突然好像活过来。就刚刚一伟提到，必须要场上有一个火种，把它点燃之后呢，才能让整个团队感觉大家有活力了。是，就是唤起大家在比赛场上那种企图心跟拼搏的精神啊。对，所以我们看到啊，原本麦寮感觉是能够把这个战局带到最后决胜的第5局，但是没想到这个。学生的比赛总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那但是好的状况是，内湖高中呢他们撑住了，在原本大幅度落后1球1球追的情况之下，到最后28-26啊，3-1击败了强敌麦寮，也收下了他们在登峰造极的第1场比赛。当然在赛后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湖高中的教练呢来到我们的主播台，跟我们谈一谈这一场比赛啊，原本在第4局看起来麦寮感觉要带走了，但是还是顶住压力。那看看这个学生们你的表现，第1场比球觉得如何？就因为今年啊，就是暑假才刚从女排接男排啊，那我觉得还是处在于磨合的阶段。是。那相信，因为去年还有一些球员就是高3了，然后应该说大部分还是有留一些人啊。对。那我觉得应该是以1、2年级来磨这一次的比赛，这样。对。那我整体来说，我觉得一些专注度啊，一些接发球的那种连贯性，其实还是做的不是很好。是。不过我看了
第4局啊，几个很拼命的防守，是不是也带动了士气，也让你们最终能够在落后情况之下逆转这场比赛？应该说高伟杰吧，就对那几颗，那几颗，对，精彩真的很关键，然后有把就是整个士气啊都带领了上来。那我们也是一直提醒选手，就是在拦跟防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身材其实不是很高，然后但必须啊，就是拦网的扎实度跟防守的连接就是必须要沟通得很好。是。好，那非常谢谢教练来接受我们访问啦。我们看到啊，内湖高中在这一场比赛确实展现了他们防守韧性啊，包括刚刚教练也提到啊，因为高伟杰的一个好的防守，也让内湖高中呢最后能够拿下比赛胜利。那我们待会在1点钟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华侨高中跟福成高中的比赛啊，所以啊，也请观众朋友啊持续锁定我们的转播啊，待会。在1点钟啊，我们就要来欣赏华侨跟福成。那华侨当然是去年的亚军，那在 HBL 也表现得非常精彩。那福成啊，过去同样也都是豪门球队啊，所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待会1点钟带来的戏码。